大家好，我们是大中文哇，今天也太热闹了，为什么每次手都要放在这里？大叔的比较可爱。对，好，我们今天呢有伸展不开，人很多这个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2位资深的老师，在这个汉语界算是非常有名的了。而且呢，我们发现这2位老师啊，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身为大叔中文的八卦团队、吃瓜团队，我们要多多了解这2位老师合作的历程啊，因为我们3位大叔就是完全也合作想不到的2位老师啊，一个来自北方河北，另外一位来自四川成都四川，所以怎么天南地北的，怎么这样2位老师就在一起合作呢？对，那我们先欢迎一下佩佩老师跟 Luz 老师，哇，好，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了，算是回来拜访我们啊。对，那我们以前不是，我想起茶树每回到最后都会说，那以后有机会就是让你再邀请你上节目，很多时候都杳无音信，是客套，有时候是客套话，不过上一次是真的这样讲，所以希望2位有再回来了啊。好，我已经申请下一次了。怎么把我们的机密说出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是把后加戏都定了。好，对，好，那我想先请佩佩老师聊一下啊，你跟 Luz 老师都算 IG 很有名，对不对啊？然后你们2位是怎么碰在一起的？然后怎么就开始合作了？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就碰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 IG 啊，就是因为 Instagram，就是 Roots 的视频很难被注意到啊。我因为爱情，我吓我一跳。因为爱，因为 IG， 因为爱那个还没听完 G， 我就想说，哦，大喘气了一下，我你们是听力也不好了是吗？需要提高对，需要加强，需要加强。怎么了？因为 Roots 的视频很难不被注意到呀。对，就是他没错，开始发了以后，就一下子就说，这个老师，有2下子，对吧？很特别吧？他的视频就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那一段算法真的推的特别的猛，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就是拿手机过来说，你看这个老师超逗，然后我一看，哎，Roots，然后好多学生找我都是 Roots 的视频，对，真的是，对啊，很火，一直到现在都很火。对啊，每发一集都很火呀。对，所以对佩佩老师问一下，所以你当初是你主动还是 Luz 主动？是我吧，我就是这就是我的风格。如果我觉得这一个人很厉害，或者我觉得他有一些什么地方，我觉得可能会有合作的可能性，我就会主动出击。我每次都是这样。所以你发现 Roots 老师有过人之处，那你当初怎么开始的？那个经过是怎么样？这个要问 Roots 吧。Roots 怎么佩佩老师就向你伸出了橄榄枝？就是对，当时就是那个，其实当时也刚开始做那个 IG 吧，应该是大概可能过了2-3个月的样子，然后当时就是粉丝量还挺不错的，然后当时佩佩老师就来找我了，就在那个私信里面来找我，然后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骗子，真的，对，因为你没有告诉过我这个哟，对，我没有告诉过你，我没有告诉过你，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玩过 IG，然后我以前玩 IG 都是分享我的生活，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我就开始教课，去那个分享一些中文，然后没有人找我合作过，而且我对 IG 真的不太懂，真的不太懂。然后这个时候佩佩老师就来找我了，就说，愿不愿意加入到我的这个团队呀？我们就一起来做合作，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当时就IG 还可以这样吗？我就想，这里面还可以这个样子吗？对，我不知道，真的很，我用了很久的时间才去弄懂 IG 的一些东西。然后当时觉得，原来还可以在这里面这个样子呀。然后对，但是当时确实是当时我觉得，
但他会不会是骗子呀？我就还是看了佩佩老师很多视频，然后我才知道啊，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人看起来还靠谱啊，好像对，慢慢专业的是专业的，对，就聊起来。但是一开始的话，就是我还是心里会有点打鼓嘛，就是可能觉得佩佩老师有点像他已经在找我合作了，但当时我在有点打鼓，我会觉得要不然先把这个事情放一放，我先把这个 IG 先做一段时间，然后了解一下。当时我也给佩佩姐说了，我说我先把这边我再弄熟一点吧，熟一点了之后，然后我再来这边我们一起合作。对，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一下，我听到佩佩姐，我一直觉得很刺耳。这个为什么佩佩，因为我还小嘛，因为我还小嘛，你们年纪真的差很多吗？还好吧，对不对？小好几岁呢呀，当然要叫我姐了。真的是的，相差好多岁呢。对啊，有些女生不喜欢人家叫她姐。真的，我现在很喜欢。很喜欢，就觉得有资深的感觉嘛，还是？对呀，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标榜我自己多年轻，对吧？我也知道我岁数在这儿，那我现在就是要以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然后对一些新老师就是他们的前辈啊，对，所以就是对，我觉得叫姐叫老师这个我自己是没有问题。对。所以我好奇，那你们两个这个合作方向是什么？课程还是什么东西？对，我们已经一起制作，就是现在还在更新中。然后前段时间又生病了，大病一场，然后又耽误了一下。对，然后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俩都是，我刚回美国的时候也大病一场，然后他也大病一场，然后反正就是前2个月总是生病的这个原因，就耽误一些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课已经就是出具模型了，然后网页啊什么的都已经做好了。那你们这个课的理念是什么呢？能带给观众们是什么东西？学习者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形式？什么形式的课呢？是一套录播课，对，是一套录播课，然后分为不同的板块。然后就是集中我们2个的长处，然后 Roots 他负责的就是演那个情景剧，把很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表达，他通过表演的形式，然后输出很多很真实的、很地道的这些用法，然后以场景带出来，比如说办电话卡呀，比如说去银行就是办一个银行卡呀，对。然后我负责的部分可能就是句子结构呀，一些表达的讲解呀，对，那 Roots 你在跟佩佩姐合作的时候呢，你是特别佩佩姐，你是特别，你不要叫我姐了，佩佩老师啊，佩佩老师现在明白这个逻辑了。对，年纪小的叫我姐，对，我突然懂了这个逻辑了啊。那 Roots 你在这个材料里面主要是设计这个剧本跟表演的部分，对不对？对，是的。那你觉得，你觉得在搭配跟佩佩老师搭配这个，比如说语法或什么的部分，你们是怎么磨合这个部分呢？对。其实其实还蛮那个的，就是佩佩姐她会梳理一些她要讲的一些语法，然后佩佩姐和我们也给你，对，我们会给你剧本，对，我们会列出来，然后我们也会去想我们要拍这个视频的话，拍这个剧情的话，需要有哪些主题，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表格，然后列出来了，然后我就会根据这些表格，然后去想剧本，然后就去把剧本弄好之后，我会给佩佩姐先看一下这个剧本行不行，然后有时候我会直接把剧本写出来，脚本也写好，然后然后直接发给佩佩姐，佩佩姐会过完之后，她会帮我就是翻译没有问题的时候，然后我这边我就会开始去拍完了之后，然后去剪辑完了之后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会直接剪好之后就发给佩佩姐，就用那个Google 上面的云盘直接发给佩佩姐，佩佩姐就会看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改的，然后告诉我才会去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有那个剪映就是 CapCut， 对，那个的话就有一个小组，就是有一个小组共通的共享，所以我每次就是剪完之后，我直接就上传到那个草稿，然后佩佩姐这边收到了，她就这边直接就她如果有改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草稿上面改了之后直接生成就行了。
不过我要问一下佩佩老师，就是你跟露丝老师大概合作多久了？然后合作的这段期间，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对露丝老师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整个每天带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阳光，就是你给他什么说什么，他都是一个很积极的反馈。对，他永远都是很积极的反馈，然后总是很兴奋的样子，就会让我觉得哦，这个男孩就特别有活力。对，然后就是合作下来，我觉得虽然你看 Ruth 表面上就特别是他在 Instagram 上那个视频都这个样子，对吧？疯的，但是他平时其实是一个还很专注的，他知道他自己想做什么。他很认真的。然后我们两个其实为什么说看起来好像不搭，对吧？就是风格也很不同，为什么能够在一起合作？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是内核，就是本质上是很像的，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认同的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是很像的。就抛开中文教学和我们这个视野，有一些人生中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也是价值观是相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能合作下去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吧。对，不是说好这两个人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的人，怎么还能在一起共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原因。对，是的，了解。好，那现在好像那个反过来，那你讲一讲，反过来啊。对，你跟佩佩老师合作了3-4个月，讲一下对佩佩老师在这个教学上的热情也好，他的合作的整个感觉啊，然后你觉得自己可能也成长了一些，所以你可以聊一下，对，我想说，真的成长了特别多，就学会了很多。在佩佩老师这里，基本上佩佩姐就是她有的，知道的一些东西，她都会告诉我，都会教给我。所以这个我真的特别感谢，谢谢佩佩姐。又开始了，又开始演了，大家很开心啊，又开始。然后老板很开心，是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觉得真的和佩佩姐就是合作真的特别好，然后就是我们也能互相的去带给对方一些东西，包括刚才佩佩姐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我们俩特别喜欢在 IG 啊，或者在那个小红书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视频，我们就会发给对方，然后开始就有吐槽的，然后就吐槽，然后有觉得好的，然后我们也会说它很好，然后可以去学习啊这些方面，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吧，才能让我们就一直合作下去。然后呢，佩佩姐是一个非常认真，就对待工作的话非常认真，然后就是包括说用 Lark 去做一些表格，然后把我们的工作列出来、计划出来，什么截止时间点啊，这什么之类的，都是佩佩姐去带着我去做的。就是佩佩姐也非常的资深，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我特别开心的，然后也是我能够去向佩佩姐学习到的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他的一些教学方法呀，包括他也会去招募一些老师啊，然后在这方面的这些能力也都是我需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和贝贝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合作的话，真的是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特别开心，对，特别开心。我也觉得佩佩姐好厉害，他每天都是这样，都是乐呵呵的，然后有的时候发个消息就感叹号，对的，然后对我们俩，我和佩佩姐呢，就是我们还在就是说，我说佩佩姐可以尝试一个新的一个视频的一个风格，就是佩佩姐其实她有这个潜质的，就我能看得出来。佩佩其实是可以就也可以拍出一些又搞笑又能教学的视频的，对，她可以的。我现在记忆犹深的一个就是佩佩姐和笨叔一起拍的那个有一个视频，就佩佩姐笨叔话很多那个是吗？对，他打电话，然后他后面睡着了，我当时就笑喷了，我当时笑喷了，我觉得佩佩姐可以的。佩佩姐可以的，所以我就跟佩佩姐说：“我说佩佩姐，你赶紧开始吧，你快点！你看佩佩姐到现在还没开始，说了无数回了，但是哎呦，怎么办呢？现在就是
这个精力已经到极限了，因为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有这么快吗？对对对对。哎，佩佩，我对你有点好奇，佩佩姐还是佩佩老师？佩佩老师，你叫佩佩就行了，叫名字叫名字，都叫老去了，对，叫老。因为你刚才说其实精力有限，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从各种渠道收集到你的信息啊，我知道就是你像你刚才提到你印尼也有团队伙伴，对吧？其实我也知道你在国内还在弄一些事情，对吧？就是好像培训的中文老师，是不是？而且你之前是有一个网站的嘛，对不对？你现在也有这个 Real Talk Mandarin， 我知道，就是说其实你是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啊，我感觉是Roots只是你的其中一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大概分享一下？我觉得佩佩在做好多好多事情。对啊，我感觉你身体里有一个那个就是小宇宙的感觉，身体里小宇宙，就是感觉就是能量无穷。就是一方面有他的那个 Real Talk Mandarin 的网站，我觉得就是特别系统的，里边做的东西就是像刚才 Roots 说的，就是特别严谨细心的做一些材料，然后也有网课，然后也有这个也要做视频。然后也要这个有别的团队，也要招募老师、管理老师，要有这个领导能力，也要做内容，然后还有健身，对吧？我就觉得佩佩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你超人呢？对对，就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做嘛。你不是爱情吗？怎么会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哎呀，这个我说实话，这个现在真的都不在我的这个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事业，佩佩老师，你现在的重心是事业，是不是？对，就是事业，还有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基础。对，所以我才会非常注重健身，还有饮食。我在饮食上也是很要求比较严格的。然后说到我的这几块事情，就是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哇，怎么这么多事情？你哪来的这么多精力一起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在规划里，它是有主次以及是有规划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今天想到这儿我就做了，然后明天我想到那儿我就做了。它其实是有一个互相搭配的过程，以及说我可能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后边的这个事情要做准备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就甚至不是说我在那儿绞尽脑汁的在想我要做什么，好像就是这个事情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然后然后你就顺势的你就做了它了。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印尼那个项目，对吗？当时是他我现在印尼这个合伙人，他是我10年以前在北语的学生。然后就是他大概可能就去年找到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我现在的经验还有我前面这么多年做的基础，应该是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就是如果他愿意跟我合作，就是他就在印尼嘛，然后他很了解那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可以。然后我们也是开始并没有定什么特别远大的或者特别大的目标，就是先把哪怕开一个班，哪怕就只有几个学生，只要先开始了就可以。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现在印尼那边也是，我们没有说这个月要有10个班，要有100个学生，没有这种目标。就是慢慢做开始。所以现在是有学生，印尼那边已经有学生，而且一直都有新的学生来咨询什么的。然后印尼那边比较好的是，他不需要分散我太多的精力，因为那边有一个，他那边会有1-2个小助手，然后负责比如说 Instagram 的运营，然后去回复粉丝的问题，然后去安排这个课程。然后前2个月是会忙一点，因为我当时招老师嘛，我招印尼本土的老师，所以那段时间要筛简历啊、面试啊什么的，确实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现在已经有3个固定的印尼的老师了，而且真的是非常好的老师。就是你看他们的，不管是从简历上看他们的经验，都是什么武汉大学的、北语的，然后暨南大学都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我本身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然后就是
招了这些老师以后，就是至少在我这里是过关的了。除了是他们教学能力很厉害以外，也是非常负责的老师，所以基本上不用我太操心上课呀，还有学生管理这一方面。对，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交出去了，就有专门的人去负责了，然后也觉得很幸运，就是说跟我一起合作的这些，不管是老师啊，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很用心的，都是很负责的，就是不用你盯着他，或者你告诉他要做什么，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会问你的意见，或者问你行不行，但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他们就会自己去做了。对，所以印尼现在是这种情况。佩佩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哦，因为疫情过后哦，汉语教学的市场可能产生了一些变化哦。那你在做这些汉语的这些，不管是材料也好，网站也好，招聘那个培训也好哦，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或者是觉得真的会遇到哪些困难？就是我觉得，因为你经营的这个领域很多，应该会遇到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困难吧？我觉得最大的难点还是在招生这块儿，因为像我们就是还是靠个人去做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嘛，就是我是从来没有发过广告的，我也从来没有以一个公司的形式去经营这个事情。就虽然我在上海是有一个公司，但是我一直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最难的还是在招生这一块儿吧。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粉丝的数量确实是很重要，但是粉丝多不代表就是说你的课会卖得很好，或者说你就有很多学生，这个绝对不是挂等号的。就是很多刚入局的老师可能会觉得啊，我要拼命的涨粉，我要赶紧拍视频，怎么样，就是你前期当然你得是有一定基础。你得有这个基础，你不能是只有几百个人，是1000多个人，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你得有一个基础。当你到达一定基础的时候，你就不能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我要涨粉。你涨粉的目的是什么？对，你的粉丝能给你带来什么价值？对吧？你到底要这么多粉丝是为了干什么？你要是说我就是涨粉，我接广告，我去给别人买东西。那这是另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又不适用于我们这个行业。对呀，对，就是你说谁会找到你去做一个广告，或者是让你卖东西呢？有是有，但是这个太少了。你跟别的赛道比的话，对吧？这种不是一个你能持续稳定变现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最终还是要落到你的课程、产品、服务上。对你当你的流量足够大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从你的这些粉丝当中吸引到，对，可以为你的课程服务买单的这些人，那你的流量大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就是你是，比如说我现在好几万粉丝了，那我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招生了？你这个课程体系出来了吗？你的课是什么类型的？你教什么水平的学生？你的内容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些东西？你不是说好我想上课我就上了，对，这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还比较好奇的一点，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自己当老师，就自己管好自己的这个手头的工作。那佩佩现在我觉得你是在一个管理层的这个方面，然后你会去跟很多老师去聊，然后要维持跟这些老师的关系啊等等，然后那会不会遇到很多挑战去做这些事情？协调沟通啊，对，除了要做课之外，要去保持这个跟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人际交往方面，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管理这么多老师，或者是联系这么多老师？倒没有，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擅长的点，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在人与人的这个沟通交流上，我觉得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天赋还是什么，就是你看，其实就是我们教中文跟学生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对吗？对，我们朋友之间、同事之间，这些都是人和人打交道。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做中文教育这个事情？
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我也擅长跟人打交道。其实我是一个爱人，就是我是一个，知道吧？就是那个性格，对，我是爱人，但是这不代表说我是一个不善言辞或者我不会交际的人。对，然后在跟这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能共情的人。对，我会知道哦，这个老师就跟他们说几句，我大概就能知道这个老师他的性格、他的风格。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就比如说我现在培训的那一批老师当中，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就不一样。然后呢，你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他们说话的内容，你就能大概判断出来这个老师他做事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觉得还是我一直遵循的那个理念，我就是觉得叫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如果是同道中人，他就是会互相吸引。那你甚至不用说我要想怎么去维系这个关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关系做好，你都不需要想这些。发现听佩佩老师讲的轻描淡写，但是我觉得做起来真的会非常不容易。这个每一个方法，每一种管理都需要很大的力气，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我觉得蛮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我觉得露丝的确可以在佩佩老师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太多了，特别是太多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然后我觉得请两位广告一下好不好？我希望现在在听大树中文的听众们能够比较具体的知道你们的课程怎么样的学生适合你们的课程，然后怎么样的课程，然后让你们稍微广告一下好不好？来 Luz 你就先告诉我们你们产品的特色，告诉我们观众想订你们产品的观众们推广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的课程会提供的，就是说我们的课程更多的贴合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你确实我们在平常生活我们平常在私底下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学习 HSK 或者学习其他的一些教材，那可能我们都是学的是一些书本上面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大部分的语言学习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他不能真真实实的去学习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精简的一些语句，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会说的一些话语。那我们在我们的课里面呢，我们就会统共的把他们给列出了一些主题出来，然后用情景剧的一些方式去告诉大家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会怎么去说，会怎么去运用这些词语，包括说还有很多的关于语法上面的一些问题，也做了一些课程，然后去介绍这些语法。所以如果你有语法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是不用担心的，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去学习。包括我们的情景剧的话，我会看到我的话应该会比较开心吧。对，所以以一种比较轻松，你背着我们拍了多少个视频？以一种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让你去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用的。而且我也会在每个情景剧之后，我会带着大家去跟读，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去读我们的这当中的一些重点的词语还有句子。然后在跟读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词语还有句子的一些运用。对，所以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哦。我觉得这个网站也很专业它不只是列出那个内容，然后怎么订课，然后你可能常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网站都很清楚的告诉你。我看那个 course 下面还有个下拉菜单，是不是做了好多课？对，很多有私教课，还有那个口说的口语课，口语是的，口语课，对。对，这也是我们佩佩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来，佩佩老师来补充一下你们的教材的特色，好不好？然后当然这个是我跟 Roots 合作的这套课程嘛，然后就是水平就是只要你不是零基础的，你有一点点基础，你都可以尝试通过这套课程，因为它也是一个你可以自己看自己跟着练的一个课程，就是比较适合工作很忙的这些人。其实看了这个佩佩老师的跟露丝老师他们做的教材，会发现其实因为佩佩老师成立这个
课算是非常久了啊，所以可能经过很多年的淬炼，我觉得现在已经非常完整了。初中高，然后华一，然后看电视剧学中文，这个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每次采访佩佩，感觉那个规模就变大了又扩大了。对，今天采访又发现那整个体系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各位观众，佩佩帝国了吧？下次直接把大叔给收购了吧？对，赶快把大叔并购起来，变成了 Real Talk 大叔。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各位观众，如果你真的很彷徨，不晓得你应该要选择哪一个级别或怎么样有系统性的学中文，可以到佩佩老师跟露丝老师的这个网站去看啊，我觉得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可以决定啊，怎么样去学习中文。那最后我要请露丝老师啊来赞美一下我们的佩佩姐。没有啦，我的意思，这个环节怎么会有这个桥段出现？没有啦，露丝老师，我想最后请你讲一下啊，在这个跟佩佩老师这样合作，然后我觉得你也这个踏足啊，涉足汉语的教学也一段时间了啊，想聊一下你自己的感觉。那作为我们这次访谈的最后的结论，好不好？你觉得你最近有什么具体的成长，还是对汉语教学这一块，你觉得让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了？对，就是可能在就是做 IG 之前，然后我都是以自己的一些方式去教学啊，我在 Preply 呀，或者之前在 Verbly 呀去教学，这些都会用自己的一些方法。然后但是做了 IG 之后，然后就会发现了是一片新的天地，然后发现了非常多优秀的一些中文老师都在上面去在教学。然后佩佩姐，尤其是佩佩姐在就是认识佩佩姐之后，她告诉了我很多很多，就是在 IG 上面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方法。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就有一些变了，尤其是就是和佩佩姐合作之后，然后佩佩姐我会看到她在准备一些课的时候，她是怎么去准备的，然后我们俩在合作的时候，然后去想怎么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会去看，好像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可以去学习吸纳过来去教学，去用到我的学生身上，对的，所以我会发现我现在的教学的一些内容呀，都比以前丰富了很多，然后我需要成熟，包括我每节课的一些教学的一个结构我也调整了，就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好，比以前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从两位合作的经验，我觉得了。汉语老师之间的合作会是一种彼此成长很好的方式啊，像我们三位大叔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一个人做都会很孤单，就像露丝一样，灵感也会匮乏。但是三位合作的话，就会彼此会激发出不同的想法跟感觉啊，太棒了。好，那么这个今天感谢两位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访谈。哇，我们获益良多真的，这个特别这个佩佩，对，我们要偷偷学起来。然后这个也特别谢谢这个两位在汉语教学这个领域付出的努力。我觉得我们汉语老师之间一定要彼此加油，彼此帮忙，对不对让这个领域更专业更好，这也是学生的福音好，那谢谢两位今天来参加大叔中文。下次真的要再来要再来不是空话不是空话，是真的好，那我们就跟观众说再见吧好的，谢谢大家，大家再见，下次见，真的下次见，再见。